大家，今天呢我们来讲 iOS 18.1正式版终于开放下载了，苹果 AI 首次登场哦，就是我们终于在 iPhone 上面可以看到原生的 AI 写作工具，还有修图功能等等的。不过也要顺便提到，其实这次苹果 AI 它的宏图非常的广大，就是里面其实包含着非常多的功能。那这次 iOS 18.1其实只是一个入门初阶版。为什么这样子说呢？因为上个礼拜他们其实也同步释出了 iOS 18.2第一个测试版哦，它不是对外开放的，可是就可以在上面看到非常多，我个人是觉得比 iOS 18.1还要精彩非常多的功能，因为它里面有生成图像啊、生成 emoji， 还有首次导入 ChatGPT， 就是你可以问 Siri， 然后直接让 ChatGPT 回答你，有没有？就是很精彩啊！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看完今天这个 18.1， 然后觉得AI 也没什么啊，那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觉得后面的更新会越来越精彩。因为老实说，我自己也觉得18.1真的还好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呢，先来进入正题哦，就是我们这次更新的几乎所有都是 AI 的工具。那大家也知道，苹果 AI 他们是有限定机种的，就是只有15 Pro 跟以上，就是16全系列才可以用。而且呢，从 iOS 18.1开始，只要跟文字相关的 AI 工具，他们现在都是只有英文版的。但是其他如果跟文字没有相关的话，其实就不一定要切到英文才用。例如说，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修图工具，它是不用打开 AI 也可以用的。或者是 Safari 有一些隐藏广告的功能啊，那个也不用打开 AI 也有。那如果你今天真的已经等不及想要赶快玩到这个苹果 AI， 然后你刚好又看得懂一点英文的话，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如何抢先玩到这个最新的苹果 AI 功能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更新完之后，我们要先把我们的语言调成英文哦，就是我们到设定里面的一般里面有一个语言与地区，里面呢你就去把你的语言改成英文。那因为它里面可以加很多个语言嘛，那这边注意呢，就是繁体中文一定要先删掉。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是这边一定要只留下英文，你才可以打开苹果 AI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回到设定。这边呢，你就会看到有一个 Apple Intelligence and Siri， 里面呢，你就可以把 Apple Intelligence 打开咯。那我们第一个来介绍是超级实用的相片修图功能，就是我们常常出去旅游拍照，旁边一大堆路人啊，或者是我们脸上长了一颗痘痘，是不是很想把它修掉呢？现在在 iPhone 里面就直接内建了这个修图的功能，超级好用。那这功能呢，我刚刚有讲过，它其实不用切换语言也可以使用哦，就是我们直接进到相簿，然后挑一张你想要修掉路人的或者是痘痘的照片。那我们进到编辑之后呢，最右边中文应该是叫做清理，然后英文是 clean up。接着你可以直接用点的，或者是用圈的，或者是用涂的，把你想要修掉的地方把它涂掉，这样子，它的反应其实非常快速。是不是真的超级方便的？而且我觉得它修的非常自然，就是一般你不要去放大什么的，其实看不太出来说它是 AI 修图这样子。然后我之前还发现一个很好用的方法，就是它可以用来修个资。例如说你今天要传你的截图给别人，但是你不想让对方知道你的个人资讯，例如说住址、电话啊，或者是你的姓名之类，也可以用这个修图把它划掉。那这样对方就不会知道你的资讯了，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这个功能呢，跟其他第三方修图 App 比起来呢，第一个优点就是它不用另外存照片。例如说我们用美图秀秀，它可能原图丢进去，它出来又会是另外一张，那你的相簿里面就有很多一模一样的照片，而且不用担心说这个 App 处理过你的照片这个话术会降低之类的。还有就是我觉得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的，应该就是连家里的长辈都可以轻易上手的一个界面，所以我觉得它设计的还蛮好的，就是非常快速可以上手。但前提就是你要先帮它换到15 Pro 以上的机型啦。再来下一个呢，我们要讲到超级实用的功能，就是语音备忘录转文字，还有通话录音。那语音备忘录部分目前还是只有支援英文啦。那这个功能呢，是你在备忘录或者是语音备忘录里面都可以使用。例如说，我们今天在备忘录里面新增一个录音，那你在录的同时呢，你看到左下角有一个这个字幕按钮，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到即时转录的文字，所以它现在讲了什么，它都会立刻显示在荧幕上面。我觉得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即时字幕来用哦。例如说，你今天去参加什么英文的会议啊，你怕你有一些听不懂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它打开，然后看它在讲什么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你今天录完之后，我觉得功能也超强的，就是你今天回放的时候，它的文字稿会立刻显示它现在是讲到哪边，然后去点不同的字，它就会从那边开始。所以我觉得它整个功能其实是蛮完善的。比如说你今天上完课，你要去复习啊，你就不用从头听到尾，你就是听你想要的重点就好了。然后另外呢，在最上面有一个总结的按钮，就是里面你就可以立刻快速的看一下你这份文件在讲什么。所以我觉得这功能真的超级实用的，尤其是学生啊，或者是会议等等的。那另外一个非常类似的功能呢，就是通话录音。那这个通话录音呢，就是你今天跟人家通话的时候，它上面就会有一个录音通话的按钮。那你今天按下去之后呢，它就会播放一段通知对方你即将开始录音的话。它好像就是会说这通电话即将被录音等等的话这样子。因为这可能就是有一些法律上面的顾虑啦。那你整通电话结束之后，它就会存在你的备忘录里面。那它出现的形式呢，就很像刚才的语音备忘录，就是你点进去可以看到所有的逐字稿，然后你也可以从哪边开始啊，哪边结束，也可以看到整通电话的摘要这样子。那再来第三个我们要提到 AI 功能的就是 AI 写作工具。
那这个写作工具，我觉得它很棒的，就是今天在任何你可以打字或者输入文字啊、选取文字的地方，你都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AI 写作工具。那比较方便编辑的界面呢，可能就像是备忘录啊，或者是 email。那我要先跟大家讲，这个界面其实还算是非常入门的版本，它里面就是只有一些校阅，然后改语气啊，帮你改一些错误，就是小修正的功能。它并不能直接帮你生成一篇文章，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蛮鸡肋的。但是大家不用担心，就是因为我已经看过 18.2 的那个测试版，它里面会新增一个输入栏，那个输入栏其实就是 ChatGPT 的功能啦，它是可以直接帮你写一封信或者写一个自传，就是直接帮你生成一篇文章这样子。然后它也可以用你原本就已经写好的一些草稿啊什么的，把它生成一篇比较正式的文章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18.1 这个还算是比较像是雏形吧，感觉 18.2 的那个版本会比较好用。那现在它里面就是有一些比较基本的功能，像是重点整理哦，它可以把它整理成表格或是条列式的重点之类的。那说到整理功能呢，现在很多 App 都加入了摘要整理功能，例如说 email 跟通知哦，就是在 email 里面呢，它现在就是会把最重要的信件摆在最上面，但是目前还不是非常准确哦，就是它还没有办法判定说哪一封信件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。那可能随着那个演算法学习之后呢，可能会日渐准确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其实在 18.2 也会有一个比较进阶的版本，就是在信箱里面会直接出现不同的分类，就有点像 Gmail 嘛。讲到自己都觉得很好笑。那现在呢 ，Safari 它也会有网页总结的功能，它是出现在左下角这个选单进去。所以它选单进去之后呢，就会有一个总结的栏位，然后就可以直接看到说这篇文章里面在写什么。因为我觉得现在资讯量越来越大嘛，然后要快速抓重点，其实变成一个蛮重要的功能。那既然都已经讲到 Safari， 来讲到另外一个也蛮好玩的功能，就是在同一个选单里面，它有一个 Hide Distracting Items， 中文好像叫做隐藏干扰项目。就是你点下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选广告的地方，然后它上面就会有一个 hide， 就是隐藏。但我个人觉得，就是你每一次点进网站，你不会有那么多心思去就是一个一个选这样子，因为大家知道 Safari 其实有那个阅读模式嘛，阅读模式就是可以直接把那个广告全部拿掉。我觉得那个会比较好用，而且它是可以固定某一个 IP， 例如说你进到这个新闻的网站，它固定使用阅读模式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用这样子。那再来下一个，我们来讲到专注模式的部分，现在会多一个减少打扰的专注模式哦，它会自动判定哪些通知对你来说是重要的，哪些是不重要的。然后呢，它里面其实就是会自动判定，但就不知道说它判定的到底准不准，我觉得可能也是要学习。那这部分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先测试一下，再来跟大家回报。我觉得有时候苹果有些东西是会越用越好用啦，但是前面你就是要给它一个试错期。然后呢，我们之前不是有说苹果 AI 这次一大重点就是新的 Siri 嘛，就 Siri 会变得比较聪明。它在 18.1 目前是没有看到这个部分的更新哦，就是他们把那个新的动画啊，然后还有跟 ChatGPT 结合的那个部分全部都拿到 18.2 了，所以你更新完之后也不会发现 Siri 有任何的改变，它就是原本的那个 Siri 这样。但是我试过那个 18.2 跟 ChatGPT 结合的版本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因为我个人就是一个 ChatGPT 的重度使用者，所以呢，可以用 Siri 叫出 ChatGPT 这一点，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啦。只是小小的缺点就是它没有办法念出 ChatGPT 的答案，就不然这样子就跟 Siri 抢工作了嘛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 iOS 18.1比较重要的一些更新内容。那我来说说我已经使用它至少2个月的这个心得哦。我觉得可能修图功能有稍微用到，但是其他在我印象当中就真的没有用到那些 AI 功能，因为我都是用 ChatGPT 的网页版，然后这些新的功能对我来说就真的非常的鸡肋。然后一些重点整理啊什么的，其实我也不会在手机上面看一些文字很多的网站，主要都是用电脑。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跟我一样，就是在文字处理这部分还是着重于电脑比较多。所以就非常期待说之后苹果 AI 登入电脑之后会有怎样的改版。但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，电脑不太敢随便更新吧，因为它就是会有软体不相容的问题，所以就变成苹果 AI 就算直接登入了 Mac 上面，你也不敢直接去用。所以之后就看看他们表现会如何咯。那在电量还有一些 bug 的部分，我个人觉得那个触控的问题这一版没有改善，因为我更新完之后，就是有的时候还会出现点一些地方它就是没有反应，而且是点很多次它都没有反应哦，而且只有那个地方，就例如说边缘之类，但是我点例如说正中心啊，其他地方还是可以运作，就很奇怪。而且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耶，就是不是只有 iPhone 16有这个问题，就是其他的 iPhone 15、iPhone 14都有这个问题。如果你有遇到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。然后在电量的部分，我目前没有太多的感觉。那我们在那个1个月新的里面，其实有提到，我们有发现 Instagram 是吃电怪兽哦，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就是注意一下，会不会是 Instagram 一直在你的后台吃你的电？那平常可能就是要注意把它划掉这样子。
那如果大家有发现其他错误，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使用心得，例如说你发现哪一个功能很好用，或是哪一个功能我没有讲到的话，也欢迎补充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呢可能会讲 iOS 18.2，因为那个很好玩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更新那个图像生成的新功能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没有开放给我，就是我看美国 YouTuber 他们都已经拿到了，可是我就是已经申请，但是没有办法通过。如果你有通过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告诉我说你是不是住在台湾或者是美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要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